然后从肩峰到手肘这一段的距离呢，大概等于从手肘到掌骨头。肩三角肌分成3束，这个是中间的一束，然后这里是前面的，这里是后边的。弓桡部里面包含了弓桡肌和桡侧腕长伸肌。然后我们讲一下手臂外侧面的这个肌肉结构，先来勾勒一下它的大致的轮廓。整体形状呢，它有一个上面宽、下面窄的一个形状，然后在前臂的前端这里又宽一些，逐渐往手腕变窄。手腕在这里呢有一个动态，然后手肘这里呢也微微有一个动态，但是整体呢还是比较偏伸直的一个状态。这个是肩部的结构，肩三角肌，然后在这里呢带上一点胸大肌，这样好去交代它们之间的关系。因为上臂的这个肌肉啊，肱二头肌，它是从肩三角肌和胸大肌下边穿出来的。这里是手肘，也是耻骨鹰嘴。前臂的形状靠近手肘一端肉质丰满，靠近手腕一端扁平骨感。然后从肩峰到手肘这一段的距离呢，大概等于从手肘到掌骨头，所以说呢，前臂这里呢有点长，我们把它缩一下，大致的得到了一个手臂的形状。在上臂的前面是肱二头肌，在伸手臂的这个状态下，它是拉伸开的，比较平的。那么伸手臂的同时呢，后边的肌肉是肱三头肌，肱三头肌是收缩的。在屈臂的时候，正好反过来，后面的肱三头肌是拉伸的，前面的肱二头肌是收缩的，这个是屈臂的状态，这是伸臂的状态。那后面这一块肌肉我们给它画出来，肱三头肌下边一直连到耻骨鹰嘴，肌腱呢把耻骨鹰嘴包住，在它们两个之间是肱肌，肱肌这块肌肉比较大，但是它的体表能看到的就比较小，而且它的肌纤维走向是斜朝前的。和肱二头肌呢不是平行的，这一点要记住。肩三角肌分成3束，这个是中间的一束，然后这里是前面的，这里是后面的。这里连接的是肩胛岗，这里连接的是肩峰，这里连接的是锁骨外端。然后中束呢，它属于羽状肌，分成5束，5小束，然后上面2，下面3。这是它的肌纤维走向羽状肌，然后前后都是平行肌束。在分肌束的时候啊，中间的这个线不要画的跟外轮廓一样重，这样的话呢就把它分裂开了，它就不是一整块了。然后从肱三头肌和肱肌之间这个位置出来的，这里有2块肌肉，这一块呢是我们把它概括成肱桡部，肱桡部里面包含了肱桡肌和桡侧腕长伸肌，挨着桡侧腕长伸肌的是桡侧腕短伸肌。好，桡侧腕短伸肌下面呢我们先不画。挨着它还是在这个起点有一块比较宽的肌肉，这一块是前臂背侧位于中间又比较宽的一块肌肉，这一块呢是指伸肌。挨着指伸肌还是从这里出来一条比较细的肌肉，这条比较细的肌肉呢，它是连接到小拇指这一侧的，这个叫小指伸肌。然后再挨着它还是在这个位置出来一块，它要比中间的这块要再窄一些，这个呢叫尺侧腕伸肌，因为它靠近耻骨，也是结束在耻骨的这一侧的。让我们接着回到宽的这一条来，它是位于中间，然后它的肌腱在手腕这里呢分成了4根，分别呢连向4根手指。在掌骨头附近这里啊，还有一些中间的这个韧带相连给它们。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位置上来，刚才我们画到桡侧腕短伸肌，然后接着画的是它，没有画它的下面，因为呢在指伸肌的下面穿出来一些啊，把它遮住了，把桡侧腕短伸肌遮住了。上面有两条，下面有1条，这些肌肉呢都是连接向大拇指的，然后在它们下边的空隙里面出来的才是它的肌腱。然后从指伸肌下面穿出来的这几条，上面的这个是母长展肌、母短伸肌，还有母长伸肌。它们的位置啊、形状还有名字都非常的相似，这一点掌握起来、记起来会比较有困难。但是呢，没有记住它也不影响我们画画。有的时候我们只记住它的形状啊、特征就够了，记不住它的名字，对我们绘画呢影响不大。
然后把手指的形状带一下，然后在这里还有一个肌肉连接到耻骨的，是一个三角形的肌肉，起点呢也在这儿，这一块是肘肌，然后这里呢有一条弧度，这个弧度是屈肌的肌肉，这是在前面那一侧的，这就是手臂外侧的肌肉结构。